我们知道，人口密度是影响传染病传播的一个重要因素。疫情以来，城市的生活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特别是那些闻名遐迩的超级城市。在人们反思自己的生活方式时，内城市化会成为大趋势吗？疫情后，超级城市如何更新发展？未来中美房地产前景如何？近期由宏坤美国主办、司董会协办的第2届中美跨境圆桌，特邀来自美国和中国的行业顶尖人士云聚一堂。中央美术学院、麻省理工、哈佛3所院校的顶尖业内人士进行了精彩的分享。本次活动主持是来自 CNO TV 华语电视驻纽约证券交易所财经记者Annabelle周蕊。纽约人的确是在离开城市，比如纽约公寓的住房空置率比去年增加了 3.4% 到 3.7%， 曼哈顿的出租型公寓租金与去年同期比下降了约 8%，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另一方面，纽约北边一个临水城市叫 Yonkers， 离纽约开车就1个小时，但一直因为它是一个老工业城，人口也是以有色人种为主，所以尽管从本世纪初开始一直在讲 Yonkers 复兴这个事儿，但从来没真的发生过。最近美国一个很大的开发商叫 Excel， 他们在 Yonkers投入了一个有9栋楼的1100个单元的可出租型项目，而且这个是高档公寓项目。这个事儿在1年前是很难想象的。除了 Yonkers， 纽约周边其他地区的价格也应该是相对会往上浮动的。我很早做博士研究时有一个观察，叫暂居于城市，或者叫暂居的城市。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选择城市，他看重的就是属于城市的一种强烈的不安定感和暂居感。这是相对于乡村给大家定居感来说，在乡村我要有一片土地，100年、200年我可以传给我的子孙，但城市它不一样。纽约曼哈顿它是一个集大成的地方，几个月的波动或者1年的逃离城市、逃离曼哈顿波动，对这个城市的历史而言，不能看作大的趋势。城市一定是暂居性质，我特别看重的就是城市的暂居性价值。暂居，或者说这种不安，每个人都不喜欢，但实际上社会推动的力量往往是这种不安定感。城市暂居性有它积极的一面。微观角度上，人们选择离开人群聚集处，的确会在局部城市发生，包括暂时出现曼哈顿租金下降的情况。但从宏观的角度上讲，人向城市聚拢还是一个发展的趋势，因为城市是一个各种工作要素的聚集处，而且周边这个郊区它其实也是城市的周边，因为人们终归还是要工作，大家还是会向城市聚拢，人还是有社交需求。总结来说，逆城市化是不会发生的，大家还是会向往城市，因为城市是一个商业或者工作的一个中心点，所以可能在疫情结束之后，大家又会迅速的回到这个常态中去。智能化是解决方案之一，因为毕竟在大城市土地资源是有限的，既然你不能把密度降低，那么就要通过一些技术手段来制造人与人之间的社交距离，比如说智能化家居。举例来说，可能你以前你进大楼，面对的是一个前台，你跟他打招呼，然后取一下快件，但在智能化家居的大楼里，接待你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机器人。这个机器人无接触的让你拿到包裹，接着刷电梯时，你也无需手按电梯，你可能掏出手机来选择房间号，电梯门会自己打开，你进去之后，你也不需要按任何按钮，直接到达自己的楼层。这样你在整个从进楼到进家门之间，你不会跟任何人接触，也不会去接触到任何物体表面。
这种无接触的小区体验，在技术上来讲，现在已经可以解决了。中美相比，美国的智能化家居发展速度肯定会慢，为什么呢？首先，因为在美国，一个房地产开发商在开发一个房子之前，在做这个房子定位的时候，以及在卖房的时候，高度依赖具有资源的房产中介，这些人他们没有意愿来打破现状。其次，每个国家的建筑法规都不同。我们自己开发的项目也探讨过引入智能化停车的可能性，就是机器人来帮你做智能停车。这在国内技术已经成熟，但在引入程序上，美国这边你需要跟消防局打招呼，而消防局的主要工作并不是研究你这个机器人设备对消防会产生什么作用。再其次，智能产品作为电子产品，必须要接受美国这边的安全认证，这个步骤也很繁琐。个人觉得家庭办公智能化的设计，未来需求会越来越高。比如如何把一个纯居住的环境通过智能化设计，灵活地加入办公需求。谷歌也投资了一家公司，专门做智能家居办公设计。它的设计可以在一个空间内按需求来变化功能。比如一个大柜子，你晚上睡觉倒过来，它就会变成一张床，是一个卧室。你睡醒了之后再推到这边，它就会变成一个桌子。类似这种的设计，将来很可能会普及。中国的房地产前景，我的观点是肯定会发展的不错。一是中国很重视城市的建设，各大城市的政府都会集中很多资源，去把城市的公共配套服务提升上来。相比美国，我认为中国，一是政府有钱，所以他们会做很多事情。与此同时，这个地产必然还是会我国的一个支柱产业。二是经过这么多年的淘洗，现在的中国地产商已经是所谓的巨无霸，实力很强劲，连美国最大的地产公司跟中国最大的地产公司相比都不是一个量级，因为美国的地产比较去中心化。中国这些大公司除了传统的盖楼卖地，还投资农场等等这种产业平台，它变成了一个把你所有生活方方面面都包括进去的一个集团，从你的租金到物业服务，甚至包括你的吃、小孩教育等等，都是在一个地区，都被一个公司承办了。我感觉城市发展的问题，有时候要去乡村找解药。在中国古代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典范的城乡融合案例。那时中国的城市和乡村之间是没有太大的差距，你在朝廷做了一个官，然后回老家了，没有人会觉得奇怪，你为什么又回到那个穷乡僻壤的地方？甚至古人以一个穷乡僻壤的地方而自豪。只是近代以来工业革命造成了这个城乡二元化。现在社会上非常成功的人士，他除了在北京、上海买房以后，他会有一部分的资本拿到美国去买房，或者挪威，甚至到冰岛。这种买方觉得是一个具有独一无二地域价值，或者最好的风景区里添置产业。但其实这种地产资源在中国也有很多。明清时代可能在一个非常小的县里，如果一个人曾经当过进士，最后荣归故里，不仅置办了很多亩田，而且会促进当地的经济文化发展。古时候中国很多社会财富和文化资源都是藏在乡下的，甚至是偏远的书院里，它不是藏在北京图书馆。城市发展是主流，这个我完全同意。但我觉得中国未来地产一个很大的推动力是在乡村，二者会互相配合，而不是像以往那样有点相互割裂。乡村该怎么去配合，怎么把这一方面的价值有效提升出来，这值得我们思考。所以我个人觉得，如果把乡村发展好的话，它是有第二波的推动力。实际上应该是有钱的人往乡下走，然后更多向往城市的年轻人进城来，这个对于经济的拉动或许会更大。本次圆桌活动感谢特邀主持周蕊。申请加入私董会，请访问官网cxoat.com。